我陪陆景琛从地下室熬到云端，用了整整10年。庆功宴那晚，一个蓝色光屏突然弹出，问他是否愿意回到过去拯救初恋。他居然眼睛都没眨，选了确定。光芒吞没我们时，我听见他如释重负的低语，终于能救你了。再睁眼，我们真的回到了18岁。只有我看见了随之浮现的血色小字，规则仅你可见，回溯现实7日，只若他改变关键因果，你们的10年将灰飞烟灭。我看着他奔向另一个女孩的背影，把警告咽回肚子里。他以为这是拯救的白日，却不知是我逃亡的倒计时。庆功宴那晚，陆景琛把江景大平层的钥匙放进我手里时，手指在抖。初夏，我们做到了。香槟塔折射着外滩的灯光，他眼底有泪。10年，从地下室发霉的床垫到这套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的豪宅，我们像2株纠缠生长的藤蔓，把根扎进对方血肉里，才爬到今天。我该笑的，可就在他抱紧我的瞬间，一道冰蓝色的光屏毫无征兆的在我们之间展开，检测到强烈遗憾波动，绑定者陆景琛，可回溯锚点2008年7月15日下午3点20分，是否消耗现有全部成就回到该时刻，改变关键遗憾。光屏上的字像淬毒的针扎进我瞳孔，陆景琛僵住了。他盯着那个日期，呼吸骤然急促，那是苏晴坠楼的日子，他高中时代的白月光，死在18岁夏天的数学课代表。这是什么？他声音发干，关掉它。我抓住他的手腕，陆景琛，别看。可他像被掩住了，手指悬在光屏上方，我清楚看见他眼底翻涌的东西，那不是好奇，是压抑了10年，突然找到出口的悔恨。我就看一眼，他喃，就看一眼那个时间点，不要！我的尖叫被吞没在骤然炸开的白光里，失重感拽着我下坠，无数画面在眼前闪回。地下室漏水的天花板，他未出血时苍白的脸，流产手术室冰冷的器械，上市敲钟那天的拥抱，最后停在一声叹息里，终于能救你了。在睁眼时，蝉鸣震耳欲聋。我躺在硬板床上，天花板贴着褪色的星空贴纸，这是我18岁时的房间。手机在枕边震动，诺基亚直板机，屏幕显示2008年7月15日上午9点07分，距离苏晴坠楼还有6小时13分钟。脑内响起冰冷的机械音，与庆功宴上的声音相同，却又不同。双人回溯已生效，规则提示：1. 回溯总时长7日。2. 若关键因果被改变，现有一切成就将重置。3. 双人回溯中仅一人保留全部记忆，现有一切成就将重置。3. 双人回溯中仅一人保留全部记忆。只有我能看见的蓝色数字悬浮在视野右上角，无情跳动。我冲进卫生间，镜子里的女孩眼神仓皇，脸上没有10年伤海沉浮磨出的棱角，只有熬夜复习留下的黑眼圈。手指摸到平坦的小腹那里，曾经有过一个没能留住的孩子。洗手台上的合影里，我和陆景琛穿着校服，他搂着我的肩，笑容干净的刺眼。门被拍响，初夏，你醒了没？是陆景琛的声音，透着青春期的沙哑。今天返校填志愿模拟表，再不走迟到了。我拉开门，18岁的陆景琛站在晨光里，白衬衫、牛仔裤洗得发白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他脸上还没有后来那种滴水不漏的沉稳，焦急都写在眼里。快点，老班说今天必须交，话卡在喉咙里。他盯着我的脸，瞳孔慢慢放大，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在他眼底苏醒，困惑、震惊，然后是不可置信的狂喜。他抬手摸自己的下巴，又低头看自己的手，那双后来签过上亿合同的手，此刻还带着打篮球留下的宝茧。他声音发颤，我们真的回来了。我听见自己说回来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忽然抓住我的肩膀，初夏，今天是15号下午3点20。苏晴我知道。我拨开他的手，你要去救他，你不反对？我该反对吗？像上辈子那样，在他每次提起苏晴时沉默，把那份死人的重量压进自己骨血里。视野里的倒计时在跳，6天22小时41分。陆景琛，我退后一步，让出足够划清界限的距离，我们分手吧。蝉声有一瞬间的停滞，他眨了眨眼，像没听懂。什么？我说分手，现在，立刻。笑容从他脸上褪去，他皱起眉，那种熟悉的，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表情又出现了。林初夏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我们有10年经验，重来一次只会更成功。成功？我笑出声，眼泪却砸下来。你只记得成功吗？陆景琛，你记得你第一次胃出血是谁送你去医院吗？记得我们第一个孩子是怎么没的吗？记得为了抢那个关键客户，我在酒桌上喝到胆汁都吐出来吗？他脸色白了白，这些苦你要再吃一遍。我擦掉眼泪，就为了救一个跟你连话都没说过几句的女生。她不是一个女生。他忽然拔高音量，脖梗上青筋突起。她是苏晴，她本来可以活，那我呢？我吼回去，我们的10年呢，就活该被重置。他愣住了，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把我们的10年和苏晴的命放在天平两端。良久，他别开脸，声音低下去，我只是想救个人，这有什么错？我们有的是时间重来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我轻声说，他显然没听懂这句双关。倒计时在跳动，每一秒都在把我推向那个未知的、被他改变的未来。
随你吧。他看了眼手表，下午3点前的每1分钟都让他焦躁。我要去学校了，你自己冷静一下。他转身跑下楼梯，白衬衫消失在巷口。我靠在门框上，摸出手机，通讯录里只有几十个号码，没有后来那些投资人、合作伙伴。置顶的联系人叫陆景琛，备注是我家傻子。我按下删除键，视野里蓝色数字安静跳动。6天21小时07分，我没去学校，买了张车票去城郊的疗养院。上辈子唐薇在这里住了3年，她高考失利后被家里逼着嫁人，抑郁跳河，就回来后精神就垮了。推开病房门时，她正对着窗户发呆。微微，我叫她，她迟钝地转过头，眼睛像蒙着雾，然后那雾一点点散开，露出底下鲜活的光。初夏，我走过去，握住她冰冷的手，想复读吗？她眼睛瞪大了，里面是藏不住的期待。我帮你，我说我们一起考出去，去北京、上海，哪儿都行，你画画那么好，不该困在这里。倒计时在跳，但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抓住了比那个蓝色数字更实在的东西。唐薇的眼泪掉下来，重重砸在我手背上。下午4点，陆景琛发来短信，苏晴没事了。我推开了那个篮球，隔了2分钟，又一条，你在哪？我们谈谈。我没回。傍晚6点，他打来电话，我挂断，他在打。第7次时，我接起来。林初夏，他声音里有压不住的火气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人我已经救了，你想怎样？难道你要来把他推下楼吗？窗外，夕阳把天空烧成血色。填志愿的事，我慢慢说，你想好了吗？他顿了顿，苏晴想报师范，我可能会跟他一起。那是蝴蝶第一次扇动翅膀，上辈子我们报了同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商学院，那是我们事业的起点。现在他要为了靠近苏晴，去一个完全不同的轨道。随你，我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初夏，他声音软下来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但这是关乎命的事，你以前没那么冷血，我以前只是不说。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，挂断，关机，倒计时在黑暗里悠悠亮着。6天15小时22分，还有6天半，6天半后，陆景琛用我们的10年换来的新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要为自己活。志愿填报模拟表发下来那天，陆景琛在教室后门堵住了我，他眼睛里有血丝，像一夜没睡，手里攥着的表格边缘被汗浸得发皱。初夏，我们谈谈。他压低声音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表格上第一志愿那一栏。昨晚我想了一夜，就算要重来，我们也可以报同一个大学。然后呢？我打断他，目光掠过他肩膀，看见坐在窗边的苏晴，他正低头整理笔记，马尾辫滑到肩侧，露出纤细的脖颈，阳光给他镀了层毛茸茸的金边，干净的像幅青春电影的海报。陆景琛顺着我的视线回头，喉结动了动，然后他转回来，语气有些焦躁。然后我们跟以前一样，一起上课，一起创业，反正我们都还记得步骤、经验。我笑了，陆景琛，你记得我们第一个项目是怎么拿下的吗？他愣住，是大2暑假，我们蹲在甲方公司楼下等了4天。我慢慢说，第3天下午暴雨，我们躲在天桥底下，你抱着我说等有钱了，一定不让你再淋雨。他嘴唇抿成一条线。后来我们真有钱了，我盯着他。可你第一个买的是苏晴当年想买没买成的绝版 CD， 拖了7、8个代购从日本弄回来，放在书房最显眼的柜子里。他瞳孔骤然收缩，你怎么知道？声音发干，我怎么知道？上辈子我收拾他遗物时发现的。CD 盒里夹着张泛黄的纸条，上面是少女清秀的字迹。如果有一天能去东京看演唱会就好了。落款日期是2008年6月，他至死都不知道我见过那张纸条。我猜的，我别开脸。倒计时在视野角落跳动，5天11小时08分。时间像握不住的沙。志愿表，我伸手，我自己填。他攥着表格的手指紧了紧，骨节发白，挣扎了几秒，还是递过来。表格上第一志愿栏空着，第2志愿却已经填好了某师范类院校，和他昨天说的一样。看，他连假装犹豫都省了。我在第一志愿工工整整写下北京一所985高校的金融专业。上辈子因为跟他报同一所本地大学，我放弃了这所学校的录取。那是我18岁时，在无数个刷题的深夜里，用红笔在日历上圈出的梦想。你要去北京，他声音拔高，那我们没有我们了。我把表格对折，塞进书包。陆景琛，从你选择救苏晴的那一刻起，我们走的就是2条路。他脸色煞白，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。唐薇的复读手续办得比想象中顺利，他父母起初不同意，直到我把一沓打印好的资料摊在他们面前，上面是北京几所艺术类院校的历年录取线、就业报告，还有唐薇初中就拿过的绘画奖项复印件。薇薇有天赋，我说你们想让她嫁人换彩礼，最多20万，可她如果学出来，1年就能赚到这个数。唐薇父亲盯着资料上应届生平均年薪那栏的数字，手指在发颤。离开唐家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唐薇送我到巷口，眼睛亮得惊人。初夏，你怎么懂这些？我怎么懂？上辈子开公司，我看过成千上万份简历，知道什么样的履历能杀出重围。那些在谈判桌上磨出来的说服技巧，用在18岁的家长面前，几乎是降维打击。多跟姐学吧。我拍拍他的肩，
明天开始，每天下午来我家，我帮你补文化课。他重重点头。回家路上，手机震了，是陆景琛发来一张照片，他和苏晴在图书馆并排坐着，面前摊着志愿填报指南。他配文在帮苏晴参考学校，他说想当老师，我觉得挺好。我盯着照片里他侧脸的弧度，那种专注又温柔的神情，我太熟悉了。创业初期，他看项目计划书时就是这种表情，只不过现在对象换成了另一个人的人生。我没回，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拐进街角书店，买了全套高考复习资料。结账时，收银员多看了我两眼，同学，你这是要复读，帮朋友买的。我说，走出书店，晚风带着暑气扑面而来，我抱着厚重的资料，忽然想起上辈子很多个这样的夜晚，我和陆景琛加班到凌晨，并肩走出写字楼，他总会下意识伸手接过我手里的电脑包，那个动作自然的像呼吸，现在呼吸断了。倒计时第4天，班级组织最后一次聚会，地点在 KTV， 包厢里弥漫着廉价香水和啤酒的味道。陆景琛被男生们簇拥着灌酒，苏晴坐在女生堆里，小口抿着果汁。她今天穿了条浅蓝色的连衣裙，衬得皮肤很白。我坐在最角落，给唐薇发数学题详解。初夏，班长举着话筒喊：“来唱一首啊！”以前你和陆景琛的情歌对唱可是保留节目。包厢忽然安静了一瞬，所有人都看向我和陆景琛。上辈子我们确实是班里的模范情侣，从校服到婚纱的剧本，人人都羡慕。陆景琛放下酒杯，望过来，灯光划过他的脸，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晃动，像是期待，又像是懊恼。我站起来，接过话筒，唱首新歌吧。我对着点歌屏说。后来前奏响起的瞬间，陆景琛握紧了酒杯，我唱得很平静，歌词一句句往外蹦，像在陈述别人的故事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唱到永远不会再重来时，我看见陆景琛猛地仰头灌完剩下的酒，苏晴轻轻拉了拉他的袖子，小声说了句什么，他摇摇头，又开了一瓶。一曲唱完，掌声稀稀拉拉，我放下话筒，坐回角落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陆景琛的短信，你什么意思？就在我旁边，还要发短信说，你真是心虚的紧。我回，字面意思，他那边正在输入，闪了很久，最后发来，林初夏，你是不是从来就没相信过我？相信什么？相信他救完人就会回到我身边，相信我们还能像上辈子那样默契无间。我按灭屏幕。聚会散场时已经晚上10点，陆景琛喝多了，被2个男生架着，嘴里含糊的念叨着什么。苏晴跟在一旁，小心翼翼的扶着他的胳膊。我在路边等车，夜风吹得人清醒。林初夏，苏晴忽然走过来，声音很轻，谢谢你。我转头看他，陆景琛告诉了我一切，我相信他，他还说是你鼓励他来救我的。他绞着手指，脸颊微红，他说你是个特别善良的人。善良这个词像根刺扎进心里，我没鼓励他，我说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他愣了愣，还想说什么，出租车来了，我拉开车门，最后看了眼醉醺醺的陆景琛，他正靠在电线杆上，仰头看着夜空，侧脸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年轻，也格外陌生。车子启动，他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，倒计时在视野里闪烁，3天22小时14分，填报志愿系统关闭前的最后一天，陆景琛来找我。他站在我家楼下，白衬衫被汗浸湿一片，手里拿着2份打印好的志愿确认表。我改了，他把其中1份递给我，呼吸急促。第一志愿填了北京那所学校，跟你一样。我接过表格，确实，师范院校变成了第2志愿。苏晴呢？我问他，喉结滚动，他还是报师范。他说不想拖累我。说这话时，他眼神飘忽了一瞬，我太了解他了，这个细微的表情意味着苏晴哭过，而他心软了。所以你不是自己愿意改的志愿。我把表格还给他，陆景琛，没必要，我不是。他声音陡然拔高，我只是想，我们好不容易有重来的机会，不应该什么？我打断他，不应该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，放弃一个成功过的剧本。他僵住了，你改志愿，是因为真的想跟我去北京，还是因为受不了我离开你的视线？我步步紧逼，上辈子你看我的眼神，和现在看苏晴的眼神根本不一样。他嘴唇颤抖，想反驳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因为我说对了。上辈子他看我是看并肩作战的战友，是看血肉交融的共生体，而现在他看苏晴是看需要保护的易碎品，是看青春时代未完成的梦。表哥你拿回去。我转身往楼道里走，填你自己真正想填的。林初夏，他在身后喊，声音带着绝望的哭腔。如果我2个都想要呢？我脚步没停，铁门在身后重重关上，隔绝了他的声音。楼道里感应灯应声而亮，昏黄的光笼下来，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慢慢滑坐到地上，手机震动，唐薇发来消息。初夏，今天数学卷子最后一道大题我做出来了，附图 JPG 照片上，解题步骤工工整整，在最后他用铅笔画了个小小的笑脸，我盯着那个笑脸，眼泪毫无预兆的砸在屏幕上，倒计时在泪水中模糊成蓝色光斑，2天7小时59分，还有2天，2天后陆景琛亲手选择的新未来就会像一张巨大的网，把我们所有人裹挟进去，而我已经在网外。
志愿系统关闭前1小时，我收到了陆景琛的最终确认截图。第一志愿，本省师范大学；第二志愿，复言，对不起，简简单单3个字，像3把刀，把最后那点侥幸剁得粉碎。我截了张图，保存进名为证据的加密相册，然后给他回了个好。1分钟后，他打电话过来，初夏，他声音沙哑，等开学安顿好，我就去北京找你。师范大学课程松，我可以经常。陆景琛，我轻声打断他，你知道蝴蝶效应吗？什么？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，可能会在德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。我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，你就苏晴，是第一下扇动，你为他改志愿，是第2下，每一扇都会让你离原本的未来更远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，他笑了，笑声干涩，你是不是科幻电影看多了？我们只是填个志愿，怎么就扯到龙卷风了？他不信，也好，那就当我没说。我挂断电话，倒计时在黑暗里悠悠亮着，1天23小时1分，最后1天。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这些天搜集的资料，北京那所大学的课程设置，周边租房信息，兼职机会列表，还有给唐薇制定的全年复习计划，精确到每一天。屏幕的光映在脸上，冰冷又踏实。深夜11点，手机再次震动，是陆景琛发了张照片，他和苏晴站在师范大学门口，路灯把2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配文，提前来熟悉环境，他说这里很美，我没点开大图，直接删除，然后关机，躺下，闭上眼睛。视野里，倒计时数字在眼皮内侧跳动，23小时58分58秒57秒，像心跳，像我正在死去的关于陆景琛的最后的心跳。倒计时归零的瞬间，世界被白光吞噬。在睁眼时，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，30岁的身体，齐肩短发，锁骨处有一道陌生的登山疤痕。电子钟显示2018年6月15日，我用了10分钟确认，这不是我和陆景琛的江景公寓，这是一个叫周旭的男人的家，我的未婚夫，照片摆在床头，笑容温和的男人。手机搜索林初夏，北大毕业，初见品牌策划公司联合创始人，搜索陆景琛，某师范院校校友，小型课后辅导工作室经营者，没有交集，规则生效了，他改变了关键因果，于是我们的10年被彻底重置。下午3点，我坐在初见的会议室里，用流利的德语向德国客户阐述方案。周旭在旁补充数据，我们默契的像共事多年。昨晚又熬夜了，散会后他递来温水，做了个梦。我说梦见另一种人生，比现在好吗？我环顾四周，落地窗外是 CBD 天际线，邮箱里是估值过亿的项目。唐薇下午会来讨论她的婚纱设计，现在更好。我说这是我挣来的人生。同一时刻，城西老旧小区，陆景琛在卫生间用冷水泼脸，盯着镜子里30岁的自己，起球的 T 恤，眼角的细纹，书架上全是教育学教材。不对，哪里都不对。他记得不是感觉自己应该站在更高的地方，穿着定制西装，牵着重要文件，应该牵着一个人的手。手机响起，苏晴发来婚戒照片，哪款好看？他没回。鬼使神差的搜索林初夏，商业新闻跳出来，公司估值过亿的创始人，照片上的女人眼神锐利，笑容得体，是他又不是他，他的通讯录里没有他，微信没有，像这个人从未存在。但大脑深处有画面翻涌，地下室漏雨的夜晚，上市庆功宴的红裙，头痛欲裂。下午5点，唐薇冲进我办公室展示婚纱设计稿，头纱上绣公司 logo， 酷吧？他絮叨着周旭有多好，我笑着听。陌生号码来电，第一次我挂了，第二次我接了，是我，陆景琛的声音，沙哑、疲惫，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陆先生，我声音平静，商业合作请预约助理。初夏，他吼出来，带着哭腔，别挂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，但我知道我们不该这样，那该怎样？我打断，你该和苏晴选婚戒，该在补习班教课，这是你选的人生，我没选。你左手虎口的疤，我慢慢说，是大2暑假摆摊被城管追，你护着我摔的，你胃不好却陪我吃辣。但是我记得你书房底层藏着苏晴高中写的纸条，想去东京看演唱会，电话那头死记这些东西。我问你这辈子有做过吗？漫长的沉默后是压抑的呜咽。为什么？他哽咽。为什么只有我记得感觉？为什么你跟别人在一起？没有为什么。我说接受现实吧。挂断，拉黑，手在抖。周旭推门进来，看见我的样子，把咖啡杯放进我手里，用掌心包裹住我冰凉的手指。晚上吃火锅暖暖。他说，我点头，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男人，只知道爱我。晚上9点，陆景琛站在我公司楼下，保安告诉他，林总和他未婚夫周先生下班了。未婚夫这3个字让他踉跄后退。他低头看打印的资料，联合创始人林初夏与合伙人周旭将于年底完婚，年底还有6个月。手机震动，苏晴催他回家吃饺子，他关掉屏幕，转身走进地铁站，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，像一条不肯认命的河。6个月，他还有时间把一切搬回正轨。陆景琛找到我公司那天，下着暴雨，前台电话打进办公室时，周旭正在给我看婚礼场地的3D 效果图。他听着电话，眉头微皱，然后看向我，
有个叫陆景琛的先生，说必须见你。我手里的笔顿在效果图上，认识。周旭问，高中同学。我起身，我去处理，需要我一起吗？不用。我走向门口，一点就是。会客室里，陆景琛背对着门站在窗前，他穿着不合身的廉价西装，肩膀被雨淋湿一片，裤脚沾着泥点。听见开门声，他转过身，30岁的脸，40岁的眼睛，初夏，他声音哑得厉害。我查了3个月，我没接话，在离他最远的沙发坐下。我们高中同班3年，大学后失联。他盯着我，语速很快，像背稿子。你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，去德国工作2年，2014年回国创业。我师范大学毕业，在本地教了6年书，去年开了补习班。我们的人生轨迹，他顿了顿，没有任何焦点。所以呢？所以为什么？他双手撑在茶几上，身体前倾。为什么我手机里存着你18岁的照片？为什么我梦见和你住在地下室？为什么我胃疼的时候会下意识喊你的名字？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，苏晴没告诉你吗？我平静地问。高3那年，你追过我，追了3个月，我没同意。他僵住。后来你认识了苏晴，很快就在一起了。我继续说，那些梦大概是你青春期的遗憾投射，人都会美化没得到的东西，那不是梦。他提高音量，我记得地下室的味道，记得我们第1桶金是3万8，记得你流产那天医院消毒水的味道。陆先生，我打断他，你未婚妻知道你来这里跟我说这些吗？他像被抽了一耳光，脸色煞白。苏晴他嘴唇颤抖，他很好，但那些记忆，他们每天都在撕扯我。初夏，如果我疯了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那天能说出和我梦里一样的情节？我的虎口，我藏的纸条，为什么？我起身走到窗边，雨点敲打着玻璃，街道在雨幕中模糊成一片流淌的光。因为我也做过类似的梦，我说梦到和你一起奋斗成功，然后你为了救高中暗恋的女生，放弃了一切。他呼吸骤停，但那只是梦。我转过身，陆景琛，你看看现在我有公司，有未婚夫，有我想要的一切。你呢？你有苏晴，有稳定的工作，有即将开始的婚姻，这才是现实。如果现实是错的呢？他声音很轻，却像刀子。如果本该有另一种可能，没有如果。我斩钉截铁，你选了苏晴，选了师范，选了现在这条路，每条路都有代价，你的代价就是偶尔会做场美梦。他盯着我，像要把我的脸刻进瞳孔里。许久，他苦笑，你说的对，我活该。他转身走向门口，手放在门把上时又停住。最后一个问题。他没回头。如果当初我选的是你，我们会幸福吗？会吗？上辈子我们拥有过一切，也失去过一切，幸福是有的，在那些相拥取暖的夜晚，在每一次小小的胜利之后，但痛苦也是真的，贫穷的焦虑，竞争的残酷，还有他书房里那张永远刺眼的 CD。我不知道，我说，但我知道，我现在很幸福。门开了，又关上，他消失在走廊尽头。周旭在办公室等我，处理好了，他递过一杯热茶。我接过茶杯，暖意从掌心蔓延。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他没多问，只是揽过我的肩，让我靠在他怀里。他身上有淡淡的雪松香，稳定踏实。婚礼请柬设计好了，他轻声说。唐薇坚持要在封面上画2个小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，脚下踩着倒闭公司的残骸。他说这象征我们一起奋斗的峥嵘岁月。我笑了，你同意了？他说的没错。周旭低头看我，我们确实是一路踩着困难走上来的。虽然没住过地下室，但创业初期的苦一点没少吃。是啊，这个人生里我没有陆景琛，但我有周旭，有唐薇，有我自己挣来的事业。那些熬夜改方案的夜晚，那些被客户拒绝的挫败，那些终于签下合同的狂喜，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另一种人生像褪色的老照片，美好但已模糊。婚礼前1周，我收到一个匿名快递，打开是一枚钥匙，老式的黄铜钥匙，钥匙下压着张纸条，字迹潦草。租了间地下室，在城东老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该去看看。如果你也记得什么，明天下午3点，我等你。没有署名。我看着那把钥匙，记忆像潮水涌来。上辈子我们第一个家就是城东的地下室，月租300，没有窗户，雨季时墙会渗水。我曾在那里握着他的手说，总有一天我们会住进有阳光的房子。后来我们真的住进去了。再后来，他亲手撕碎了那些承诺。我把钥匙扔进垃圾桶，纸条撕碎，冲进马桶。下午3点，我在公司开会。会议室里，投影仪的光映在每个人专注的脸上。我们讨论着下一个季度的战略布局，数字在屏幕上跳动，未来清晰可见。那个瞬间，我忽然释怀了。就算他记得又怎样？就算那些记忆碎片真实存在过又怎样？我已经在新的土壤里扎下了根。这里的阳光、雨水，陪伴我成长的人，都是真实的。而他那把钥匙，打开的只是一个早已被雨水灌满的废墟。婚礼那天，阳光很好。唐薇哭的妆都花了，一边补粉一边骂林初夏，你得陪我睫毛膏。周旭站在我身边，手微微发抖。牧师问是否愿意时，他答得又快又响。宾客都笑了。交换戒指时，我下意识看了眼礼堂入口，空的。也好。仪式结束，我们去草坪拍照。
风吹起头纱，唐薇在远处跳着挥手，周旭低头吻我，摄影师按下快门。后来看照片时，我发现礼堂侧门的阴影里有个模糊的人影，只露了半边肩膀，很快消失在镜头外，像一场终于散场的梦。3个月后，唐薇告诉我，陆景琛的补习班关了，听说他未婚妻家里不同意他继续折腾，让他考编制。他撇撇嘴，不过好像没考上，最近在朋友圈卖保险呢。我划着手机屏幕，最终没有点开那个早已搜索过的名字。又过半年，同学群里有人发婚礼请柬，点开一看，是陆景琛和苏晴的电子请帖。照片上两人穿着白衬衫，在摄影棚的布景前微笑。苏晴带着我曾经在珠宝店橱窗里看过的那款钻戒，群里都在恭喜，说爱情长跑终成正果。我发了句恭喜，然后设置了群消息免打扰。那天晚上，周旭带我去吃新开的法餐，餐厅在顶层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夜景。他举杯说，庆祝我们结婚200天。我笑着碰杯，窗外万家灯火，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被选择、被坚持或被放弃的故事，而我故事里的那一盏，终于稳稳地亮着，不再摇晃，不再闪烁，就这样，很好。